初次见面，可以做我女朋友吗？燕哥，从现在开始，经过这个亭子的第一个女生，你去跟她表白。又是这一套，没意思。别着急啊，燕哥，我们还没说完呢。如果那个女生同意了的话，你下一秒就立马把她给甩了。理由嘛，随便你说，反正我们只看效果。不是，燕哥还真去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燕哥跟你玩假的？初次见面，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拒绝了吧？你刚才说的话我没有听清，可以再说一遍吗？哪儿还有表白2次的道理？我说，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我的电话号码和名字都在这上面，等会儿记得给我发个消息。燕哥，我们刚才那个赌约，晚上暖清酒吧的酒水吃食我全包了，可以带家属，照单全收。段青燕，女朋友才刚分开就想我了？你钥匙落在地上了，我只是捡起来还给你。谢了。等一下，学妹，你今天是不打算让我走了？送给我？这是刚从地上捡的凌霄花，送给你。看这花开得很漂亮，所以想送给你。芝芝，晚上我们要不要去学校附近的集市逛逛？听说那里有很多小吃。芝芝，段青言跟我表白了，我答应了。段青言？是你一直喜欢的那个段青燕？青青，曾经我也以为我会按照父母规划好的一样按部就班，直到遇见段青燕，我的生活才有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兴奋。我喜欢这种感觉，至少会让我觉得我还在自由的活着。只要我们家芝芝能够开心，那要我干什么都行。喂，等会儿带你去吃饭，要不要来？好。咋啦？是段青燕的电话，她说要带我去吃饭。我就长到，青青你干嘛？既然是小情侣出去吃饭，当然得穿得好看一点啦。你的脸蛋和身材可是顶顶好的，必须把优势给它发挥出来。你好，同学你好，可以加个微信认识一下吗？不好意思，就只是认识一下而已，我没有别的意思。她有男朋友了。抱歉。刚才谢谢了。温以真，没想到你还挺受欢迎的嘛。没你受欢迎。我是挺受欢迎的。哦，吃饭的地方远吗？我怕赶不上门禁。小朋友，没有人会关心那个无聊的门禁。带上。害怕了？没有，只是在想怎么带而已。要是不想等会儿半路上脑袋开皮，就别乱动。段青言，没想到温顺的小猫也有炸毛的一天啊！放心，我开车的技术还不错。别怕，扶稳一点，我会慢点开，不会让你出事。愣着干嘛？走了。这是哪儿？不是说来吃饭的吗？是来吃饭的呀。可这个地方看着根本就不像是能吃饭的。谁规定酒吧不可以吃饭了？如果你还想在门禁之前回宿舍的话，长这么大，你不会从来没来过酒吧？我当然来过。走吧，走吧。
学妹这么快就要对我怀偷抱了？燕哥，兄弟们都等你好久了，你还干站在那儿干啥？燕哥，你不行事儿啊，这么久才到，等下得自罚几杯啊。这位妹妹长得好乖啊，还从来没见过。我的女朋友，这不是上午在廊亭的女孩吗？燕哥怎么还把她给带来了？我也不知道啊，燕哥不是一向讨厌有女人跟着他参加兄弟间的聚会吗？李峰，这小姑娘真是段青燕女朋友啊，长得一脸清水相，跟之前那群搔首弄姿的女人完全是两种风格啊。或许是肥肉吃多了，想换个清淡点的口味吧。同学，你还真是女中豪杰啊！你刚刚喝进去的酒可是很烈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一面啊！这酒味道一般。那给你换一杯。抽烟的把烟掐了。燕哥，你这个老烟控什么时候还管上兄弟们抽烟了？要是呛到了我女朋友，这笔账你们打算怎么算啊？得，终究是我们这群单身狗错付了。你去让后厨做点热食送过来。这整个酒吧都是你的产业，小弟我这就按您的吩咐去做。爱卿酒吧是你的？你要是想要，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我没这意思。各位想吃啥自己拿啊，不够我再去吩咐后厨。反正今天是燕哥请客。峰哥，该不会是燕哥打赌赌输了吧？什么赌约啊？怎么还会有燕哥输掉的一天啊？够了，段先生，你不是最喜欢我这样的女人了吗？你说错了，我不喜欢你这种女人。我要脸蛋有脸蛋儿，要身材有身材，哪儿配不上你？总比这个清汤寡水的小姑娘招人喜欢。你错了，我向来不喜欢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那样只会显得你很廉价。滚！你属狗的吗？一直啃骨头。干嘛？作为你的男朋友，我还是很廉洁像细雨的。这条条酒吧街都是我的地盘，你还担心我的车被人偷走了不成？先送他回宿舍。你不住学校吗？住集体宿舍哪有在外面住自由啊？少爷，我们到了。是到学校了吗？今天谢谢你了。就没了？还有衣服，谢谢。我又是按时送你回来，又是给你保暖，你报答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啊？这个可以吗？芷芷，如实招来。昨晚你和段青叶到底干嘛去了？那么晚才回宿舍？就吃饭而已啊。我就不充当你俩的电灯泡了，我找个角落默默发光去。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来给女朋友献殷勤啊。这个难道就是段青燕新交的女朋友？反差也太大了吧！长得好乖啊！段青燕这是想尝个新鲜换口味了，会不会是这个女的耍什么心机手段？反正以段青燕换女朋友的速度，明天不是她了也不是没可能。你干嘛？这么多人看着呢。他们看他们的，我是你男朋友，刚才的动作合法。阿燕，有人找你。阿燕，我们可以出去聊一聊吗？中午来找你吃饭。阿燕不会永远喜欢你的，她对你只是新鲜感。下课了吗？食堂等你。抱歉，中午我有点事儿，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需要帮忙吗？不用。进来。你就是温一昭，才19岁，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换了耳疾？先天的，所以想问问看还有恢复的可能吗？还在上学？我刚才问那些，只不过想和你的父母具体聊一聊。先天性的病症，也许跟父母基因也有关系。加上如果要长期治疗的话，费用方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因方面之前检查的时候已经排查过了，没有问题。这次来的匆忙，下次一定把病历带齐。至于费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可以起码20万。温以志，我开了车，刚好顺路，要不要送你回去？那就麻烦你了。你是阿燕的女朋友，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我来医院看望一个长辈，他是那里的医生。这是哪儿？阿燕家楼下，我上去给她送个东西，你要上去吗？算了吧。
有屁快放！这是我叔叔专门从国外新鲜又运回来的，他托我带给你，说是对身体好。慢走不送。那个温以征在楼下，好玩吗？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我家。哭过了。沙子进眼睛。你在做什么呀？再猜某人是不是对我感兴趣？我可没这意思。香蕉味的，把它喝了。魏一之，为什么哭？因为上午看到你和钟石一起出教室了。就为这个？就这个。这么爱吃醋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会不会觉得我管得有点宽？你不喜欢吗？段青燕，你放开我！你等我说完，我就放。我当时走出教室，打算单独解决和钟时义的事情，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人起哄又看热闹的样子。至于我和钟时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我只不过是告诉他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还有，我喜欢你吃醋的样子。我知道了。这回该换我问你了，为什么会同意做我的女朋友？因为想谈恋爱了。这算什么理由？我在采部帮忙时，很多人谈恋爱，我也想试试，就碰见你了。还是我们家芝芝招到心疼人，是段清寒买的。你说这个段清燕跟你告白，是不是真心喜欢你啊？反正他不会真心喜欢我这样的人。哟，不会这么快就被甩了吧？你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小情侣好着呢。好不了多久的，段清燕从来都只是玩玩，更何况是你这种让人毫无欲望的乖乖女。不管怎样，段清燕现在的女朋友是我，你这么上赶着嚣张，得是吃了多少酸葡萄？温以之，你刚才硬刚的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我也没做什么，就是觉得如果这次不表态的话，之后钟时义还会继续刁难，也省得以后麻烦。这种人就是不能给好果子吃，不然更加作威作福。到了。你打视频做什么？想我女朋友了，不行吗？你正经一点。那你是还没见过我不正经的样子。芝芝，再晚点洗澡就抢不到位置了。我马上就去。我先不跟你聊了，我得去。芝芝，我身边亲近的人都是这么叫我。哦，这样啊。我准备挂话了。芝芝，记得想我。最近学校的屯文数据不是特别好啊，大家有什么值得做的选题都可以说一说。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都想看看爱卿酒吧的背后老板到底是谁，以此切入，我们可以试试。可是奶青酒吧的老板一直都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之前我们的人去了很多次都无功而返，酒吧内部还严令禁止拍摄。温同学是大一新生，我们这些学长姐肯定得把难得的实践机会让给他，不是？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能做的选题。温同学，你这个机会我接下了。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想你啊。你下午有课吗？想约我？我很贵的。给你算便宜点行不行啊？好巧，燕哥他不在这儿。我知道，我不找他，我找你俩，就是想问问你们，段青燕会不会公开自己是爱卿酒吧老板的这个身份？不会，永远都不会。你问这个做什么？这是采编部的一个选题，所以我想先问问你们。你还是放弃吧。之前你们采编部内部盘联都去过暖青酒吧很多回。段青燕她为什么这么抗拒说出这层身份？这是燕哥的私事，你最好不要瞎打听。抱歉，是我唐突了。怎么回事？我和他们就是在操场碰见，打了个招呼，我正准备回宿舍呢。说话，作为兄弟，我劝你离这种有利可图的女人远点儿。李峰，你有点过了啊！温以瑶什么都不知道，你那样做多少有点伤人。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家兄弟被一个无脑女人给坑害了吧？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学妹，选题的事情办怎么样了？离下一期投文就剩3天时间了。温一舟，别不开心，这么多人呢，不要做一些奇怪的动作。一切都听女朋友的，你为什么不开心？李峰没对你说什么吧？你觉得他要对我说吗？温一舟，不许背叛我。不论发生什么，我只会站在你这一边。不管了，反正横竖都是死。段青燕她原本是有喜欢的人吗？你好，可以向你咨询一些事情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都可以替你解答。这个酒单上的酒水名字是你们老板亲自取的吗？是的。这取名是不是跟一个人有关？他跟你们老板又是什么关系？小姐，如果你不是来喝酒的话，我可能要叫保安把你轰出去了。老板，有人好像特意来打听酒吧和你的事情，谁？好像是一位姓温的小姐。燕哥，出什么事了？对不起，对不起。段青言，你先放开我。温以真，你就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谁派你来的？我自己。温一舟，你觉得我凭什么会信你？真的是我自己过来的。那好，当初答应我的告白是不是另有所图？是因为喜欢你。李峰上午告诉过你不要再调查爱卿酒吧，你为什么还是执意要做下去？想更了解你。温一舟，回答我！对不起。关于暖清酒吧，不要再继续查下去了。燕哥这得是发多大脾气啊，把人小姑娘欺负成这样。那也是他咎由自取，谁让他私自调查燕哥隐私？人家上午都说了是学校采编部派的任务，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告诉阿燕？一个骗子的话，你还真相信啊？走了，你要不要坐我们的车回去？不用了，谢谢。温小姐，少爷让我送您回学校。您好，请问您口中的少爷是段青燕吗？是的，您跟着少爷称呼我陈叔就好。和少爷闹别扭了？爱卿酒吧对少爷的意义特殊，他这个爱卿酒吧老板的身份，在外界一直是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确实背着段青燕偷偷调查了爱卿酒吧。我从小看着少爷长大，能看得出来他对你不一般。不一般吗？我怎么没觉得？给少爷一点时间，也许有一天他会亲自告诉你。陈叔，辛苦您这么晚送我回来。温小姐客气，都是我分内之事。你和段青燕分了？关于我和段青燕，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我给他发消息，他没回我，这些天也没见到他。没关系，芝芝，他也许有事情在忙呢。你知道段青燕就是暖清酒吧的老板，大家关心的其实也只是这个，把这个刊登出来也不算没任务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层身份是不可对外界宣布的秘密。如果我不经过他同意就擅自发布，不仅是对他的不尊重，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青青，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放心，我可以承担。部长，人都到齐了，你就开始吧。温同学，明天周一要发布的关于暖清酒吧的稿子，你写好了吗？部长，暖清酒吧的稿子可能交不成了。或者你要是知道暖清酒吧的老板是谁，提供这个信息也是可以的。抱歉。没关系，我这里有篇去存稿，明天的推文还是会按时发。部长，但凡是落到头上的推文没有按时交出有效稿，就会失去采编部成员的资格。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爱卿酒吧我也之前追踪过好几次都没拿下来，更何况温同学还是个新人。你之前是暗自去跟，又没说要把它作为必须要完成的推文，抱着这样的心态还想成为记者？段青燕要是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就是个只会说大话的绣花笔头，应该躲都来不及吧？我接受采编部的规定，没有异议。你在干什么？作为曾经共事的伙伴，当然是帮他清东西了。人家给你发消息你又不理，现在又魂不守舍，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段青要转性当申请种了呢。
刚才让了你一关，还真传上了。是学校论坛的直播，无聊的直播有什么好看的？是温一之，他在里面。勾引段青燕的情绪阿山，只活该他勾引半座山的女人。说那样子，你把吕总人刨开，我生的就不然。温以仁上次说的难道是真的？他说了什么？说话！上次在操场上，温以轩就是来打听暖清酒吧的事情。他说是采编部派下来的推文任务，如果没完成就会被赶出去。为什么这些天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我以为这些不过是他为了窃取你的隐私，随意编造的谎话。你竟然敢推我！我是没按时完成任务，但你擅自撕毁他人财物，才是真正的道德败坏。刚才的场面，他是不是看到了？这个疯女人交给你们处理。燕哥放心，我们先去医务室，好不好？药都在柜子里。美女姐姐，这回不是我受伤。坐旁边的椅子上，我先用生理水远给你清理一下创口。麻烦医生了。会不会留疤？伤口大概多久能恢复？饮食行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你一下子问了我这么多，我该回答哪个？医生，他就是有些着急，没其他的恶意，您按照您工作的节奏来就好。小同学，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校友。校友？他是大我2届的学长。好，我马上过来。他这就是简单的擦伤，剩下用碘伏消毒就好。我儿子有些肠胃不舒服，我得去处理一下。您先去忙吧。疼吗？不疼。温以真，我这个男朋友让你拿不出手吗？没有，怎么可能？那刚才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和你之间的关系？那是因为这些天我碰不见你，给你发的消息你也没回。你为什么？我以为这是你跟人分手的方式，因为我私自调查爱卿酒吧的事，你不想要我做你的女朋友了。这次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关于爱卿酒吧是我误会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对你胡乱发脾气也是我不对。我知道李峰对你的态度也不好，让你受委屈了。等下我就抓他过来亲自跟你认错。调查爱卿酒吧本来就是我没经过你的同意，李峰作为兄弟维护你很正常，是我该跟你说声对不起。是不是你又欺负我家芝芝？青青跟他没关系。芝芝，你们采编部的人未免欺人太甚，我得找他们要个说法。谁跟温以之过不去，就是跟我段青言过不去。欺负温以之的人，不可能有好结果。温以之，整天想男人，小心变成恋爱脑。谢学长关心。真的。你留届采编部。芝芝，校下发了许梅他们的开除通知，真是恶人有恶报，痛快啊！自许梅故意刁难你，完全是受钟十一的指使，他还真是蛇蝎心肠。这件事跟他也有关系吗？对啊，段青要查出来的，他好像也被开除了。怎么了？钟十一他老爸可是学校董事会，段青要直接硬刚，不会给他招来什么祸端吧？本来就是他们有错在先，难道还要漠视学校的规矩不成？唉，芝芝，要不说你还是单纯。我听说段青燕以前经常被人堵，扬言要找他算账。芝芝，段青燕费尽心思替你出头，那我可要祝你俩长长久久了。在楼下等你。你跑起来做什么？我就站在这里，哪儿也不去。膝盖上的伤不想好了？一不小心就忘记了。你怎么会来？医生给我发消息说你饮食得清淡，我给你带了点海鲜粥。很好吃。你不吃吗？我吃过了，这是单给你一个人带的。怎么了？爱卿酒吧原本是我母亲的产业，酒水也是根据她的名字取名的。那为什么现在酒吧的老板是你？你母亲呢？在我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乱青酒吧也是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之后的日子，
辛苦你了。一直以来，我母亲都没有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半点尊重和爱护。母亲走了之后，她将关于她的所有东西都扔掉了，包括暖清酒吧在内，她也打算拆掉。是我拜托长辈匿名收走酒吧，等我长大后。所以你才会对外隐瞒你是奶清酒吧老板的这层身份。对不起，跟你没关系，不要总是跟我说对不起。你把那些人都赶出了学校，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刚好最近日子有点无聊，给自己找点乐子也不错。段青燕，我的意思是，真要有那么一天，我也不是怕事的人。不想我亲自动手，最好现在出来。他派你过来的？回去告诉段庄明，要是不想送正中时无人操办，就少点脏手段。幻术和离世临死护送强梁。他真这么跟你讲的？老爷，阿燕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你何必跟他怄气呢？哼，他巴不得我这个老子早点死了。这些年委屈你了。阿燕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少替她操心。你这是在家吗？在家，放心，没藏人。你正经一点。你给我送了晚餐，我明天给你买早餐怎么样？刚好明天是周末。好。知不知道这个点把人吵醒很不礼貌啊？对不起，打扰到你休息了。我发过消息但你没回，自作主张买早餐过来了。是我手机关机起晚了，刚以为是肖慕明他们几个呢。我自己来就好。就当是给你男朋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指纹已录入完毕。你在干嘛？你之后直接把指纹摁上去就可以，不用刻意去记数字密码。你是想现在回去睡觉，还是吃早餐？慢点喝，别呛着。怎么是2份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所以中式和西式各买了一样。要是都不喜欢，我去附近看看。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口味。真甜。这碗馄饨你还要不要？好吃，不过没刚才的好吃。刚才他是说那个吻吗？尝尝。好吃。这是给你买的，我已经吃过了。太瘦了，得补补。我来。我正好出去，顺手把这些收拾了，给他们扔掉。你是要回学校了吗？你今天要是不忙，我也可以选择留下。我一个闲人，除了陪女朋友，什么事都没有。燕哥，背着兄弟们煮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进去啊，停在这里干嘛？你们好。你好，前些天的事情是我错怪你了，燕哥已经教训过我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是我们缺心眼儿，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的失礼。我没怪过你们，真的，你们替自家兄弟多操心一点，再正常不过了。段青燕，这件事情就翻篇了，对吧？当然，这件事以后大家都不许再提了。阿言，你家有没有吃的？我一大早来你家还没吃早餐呢。又不是我让你这个点跑我家来的，活该！你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大不了吃完后3倍转账。这是我女朋友给我买的，你想吃就叫你女朋友去买啊。得，就知道虐我们这群单身狗。这样不太好吧？不准当着我的面关心别的男孩子。我叔叔就只让我把你们这几个人叫上，饭局上不会有其他人。什么时候？下午1点，在城南小馆。城南小馆，
那是接待名门上流的私人会所。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没什么，让他老人家多加一双碗筷，不介意吧？顺手的事儿，我替我叔叔答应了。这应该算你们的家宴，我一个外人跟着掺和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我女朋友，不是外人。可就是一顿简单的中餐，不用顾虑太多。是你说今天会留下来陪我的。温同学，反正我叔叔只说请小贝吃饭，那你是我们的朋友，自然也算其中一个。是啊，萧叔人很好相处的，就是一顿便饭而已。就是上次我跟你在医院碰见时提起过的医生长辈，我叔叔不算严厉。你什么时候去的医院？是生病了吗？我们的专业毕竟跟新闻有关，出去跑一跑也是家常便饭。萧叔可是专家，医术高超，你今天可以到他面前捞点素材。蹭了长辈的饭，怎么还好意思蹭个素材？不算蹭，这顿饭可是他老人家说要请的。叔叔什么时候到？萧少爷，先生路上堵车耽搁，大概5分钟之内。你感受一下，这里的风竟然是凉的哎！很凉。怎么不继续了？太贪凉了不好。芝芝说的对。叔叔，你终于来了，我们都快饿死了。温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叔叔，你们认识啊？他是……我那个受伤的朋友，萧医生是我朋友的主治医生，有过一面之缘。确实是这样。芝芝，你不用做任何样迎来送往的事情，乖乖吃饭就好。真的可以吗？可以。萧叔叔，今天谢谢您的招待，打扰了。温小姐留步。萧医生，你既是袁明的朋友，跟着他们叫我叔叔就行。袁明他们3个去洗手间了。哦，好的。阿燕从小跟我很亲，她坚持不让我买单，就自己去结账了。你和阿燕在谈恋爱？他们应该快出来了吧？我不会告诉阿燕关于你耳朵的事情，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可你自己应该清楚，她值得更好的。叔叔，听说这附近还开了一家不错的清吧，您老赶个时髦，跟我们去玩玩呗。可别折腾我了，我医院还有事，你们年轻人前想玩便去。温医院，这不公平。怎么了？从刚才到现在，你都没怎么主动跟我开口说过话。段青烟，我问你一个问题，萧医生是你很尊重的人吗？是，萧叔待我如亲生的一样。上次我跟你提到的收走暖清酒吧的长辈就是他。如果有一天他让你不愿做或者讨厌的事情的话，你会选听他的吗？会。知道了，我们回去吧。反正今天是周末，时间还早，带你来游乐园逛逛。下车。专心看前面的路。要不要做这个？挑战这个心率飙速的海盗船，我着实没有勇气。要是害怕，我们就不做了。怎么了？我可以做。不害怕？不害怕。请各位把容易飞甩出去的个人物品妥善保管，以防造成个人财物损失。小姐，你的头发过长，绑起来的话可能会更安全哦。我的左耳还带着助听器，不能让段青言看见。要不我们等下一轮，我想去下洗手间。需不需要我陪你？
不用，你在这里等我就好。我知道这个东西，书上只有听不见人说话的聋子才会戴。小孩子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不会。段青燕就这样一直忍着吗？饿不饿？我们去吃饭吧。给我看看。刚才我掐你的时候为什么不吭声？你这点力气就跟小猫挠痒痒一样，我没觉得痛。我们去医务室看看。不去。应该不会让打针的，让医生简单包扎一下也好，不然伤口很容易感染的。我们继续去玩其他的好不好？不好，那我去买点药，你在这里等我。不敢吗？那我来。还是我来。要是疼的话你就说，我不太懂控制力度。我没关系，你慢慢来，芝芝。你好像自从遇见我就总是遇到不好的事情。芝芝，我一直就没有什么好运气，家里的亲戚都说我是倒霉鬼，只要靠近我的人就绝对没好事。段青燕，我是不是把我的霉运全传给你了？芝芝，抬起头来，这个游乐园是我带你来的，手也是我主动动签上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芝芝，你很好，没有任何人可以轻易定义你。真的？从此刻开始，段青燕不骗我一直。记住伤口千万不能碰水，早点休息。这个夏天什么时候过去啊？吃个饭跟蒸了个桑拿一样。暑假快来了，最热的时候刚好是在家里，再忍忍就过去了。还是我家直枝会疼人啊，这我不得看点什么解解暑啊？是什么啊？青青，你怎么也没说是看这个？哎呀，芝芝，现在也只有这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帅哥才能让我心里一片清凉啊！错过不如看过，别怪好姐妹我不懂分享啊！青青，你这个笑声莫名瘆得慌。如果是段青妍穿成这样站你面前呢？青青，你说什么呢？说说看嘛，如果是段青燕穿着一身紧身背心站你面前，你什么感觉？他又没肌肉。这么说，芝芝是想看我们段大赖格穿喽？我没有。最好是没有。青青，段青燕约我去学校的台球室，李峰他们也在，你要不要一起？我就不去了吧，想在宿舍休息一下。那我去了。芝芝，你等下回来顺便给我带晚饭吧，天气实在太热，我不想下去了。没问题。我们家芝芝果然疼人。燕哥，人来了。热不热？有点。能喝冰的吗？可以。我去，那是阿燕刚喝过的杯子吧？真高！校园明没跟你们一起？她是隔壁学校的，我们不常在学校碰面。阿燕，到你了。这颗球可不好打，温同学还在这儿呢。要是没入坛的话，质疑阿颠的水平。李峰，你是不是今儿出门吃错药了？是小人眼拙，行了吧？看我们打球会不会无聊？不会，很有意思。你们打的都很厉害。你们？尤其是你。要不要玩一把？不用了，我根本就不懂台球。我教你。我真的完全不会，连握杆都不知道怎么弄。就是把球推进入袋，挺简单的。要不我们玩点有意思的？你想怎么玩？我教温以酸跟你们打，要是他赢了，你们两个请吃火锅。那要是输了呢？他不可能输。可以，来吧。段青妍，要不我还是不打了。我没说我的赌注，到时候要是输了，他们两个可会逮着机会薅我呢。想我输？不想。握杆的手尽量有力一点，不然杆很容易不稳。手腕外翘，自然垂直就好，别太紧张。输了有我兜着，你尽管放开玩，出杆要稳，往外一推就可以了。
你真厉害。你们输了。温同学果然厉害，火锅就定在今晚吧。我先看看附近的店。不去店里吃。不去店里，那去哪儿吃？我家。那我怎么请客啊？我家里没有火锅食材，得去超市买。这笔账算你们的。我把青青叫过来，也就是我朋友，方便吗？人多热闹，当然欢迎。今天你是赢家，你说了算。我已经给青青发过消息了，她会在校门口等，麻烦了。我先带你回家。还是我来吧。男朋友给女朋友拿包，天经地义。你来。你以后来这里穿这双就可以，专门给你买的，穿着看看合不合适。挺合脚的。不会真的是来例假了吧？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啊？段青燕，我可以借用一下你家的卫生间吗？顺着这个走廊左转就是。芝芝，需要帮忙吗？段青燕，怎么了？我来例假了。你先在我房间待会儿，我尽量在他们来之前赶回来，你别担心。要是添一个暖黄色的小型沙发，床头放着一个落地灯，应该会很温馨。对了，养上几株绿植，也显得这个房间没那么呆板。里面都是你需要的东西，你直接用，我就在外面，有任何问题叫我。这是红糖水，你把它喝了。你这些举动都对几个人做过啊？又吃醋了？我才没有。只有你一个人。段青燕不骗问一只。段青燕，你整理衣服干嘛？换衣服啊，怎么了？可我还在这儿呢。放心，免费给你看，不收钱。什么？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啊！手举累了。段青燕，你到底把衣服穿上了没有啊？你干嘛？我衣服穿好了。还没看够？又没有腹肌，谁稀得看？自己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哦，原来芝芝是想看这个呀。我没有。芝芝，还满意吗？我挺满意的。段青燕，谢谢你。原本是想把它弄得更好一点，等整理好了再给你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应该是李峰他们到了，我去开门。我先去一下卫生间。好你个阿燕，你们几个独食都不叫我的，刚才在楼下碰上的。段青燕，我家芝芝呢？这群电灯泡来的真不是时候。你家？好，是你家的，行了吧？段青燕，所以芝芝人呢？在卫生间。过道的卫生间门口明明开着的呀。他用的是我房间那个。咱兄弟几个每次来你家可都是用的外面那一间啊。有几次我们同时撞上要排队，你都没松口去你房间。段青燕，原来你做人可以这么双标的。段青燕，你要谋杀亲友啊！青青，我把你拉到这里吃晚饭，没关系吧？我开心还来不及呢。这里的空调比宿舍那个老家伙舒服太多了，况且还是段大帅哥的家，那不得饱饱眼福？哎，不对，怎么了？芝芝，你出门的好像不是这条裤子吧？让陈叔买了条新的送来。来，今儿凑这么热闹，大家不得提一杯啊？你喝这个。谢谢学长。李峰，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挺上道的嘛。人学妹好不容易跟咱们吃一顿饭，你还是好好吃饭，少说说。我昨天碰见我叔叔，他还向我问起你和阿燕的情况呢。真的？
萧川只不过是想知道他和段青燕到底有没有分手。这事儿我还能跟你开玩笑不成？芝芝，没事吧？没事，我们吃菜。李峰，开车注意安全。放心，保人给你安全送到。你快回去吧。我看着你走再进去。系上安全带，我们走了啊！这臭小子，学妹，下周3有时间吗？李峰，你不会是要撬兄弟旁脚吧你？许瑶川说什么呢你？我问的是赵学妹，自己脑子里整天想些有的没的，可别带上我啊！谁让你没指名？赵学妹，下周3我要去参加一个漫展，你要不要一起来？漫展我觉得不错哎，期末周马上就要来了。说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了。不用了，我明天去图书馆，早点休息。芝芝，说吧。说什么？饭局上肖学长提到的什么叔叔是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样啊？又不是残了废了，我们家这么好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配不上青燕了，我还嫌是段青燕家伙高攀了呢。青青，这事段青燕压根就不清楚，跟他没关系。至于萧川，他也是替段青燕考虑，你也不要因为我就拒绝跟段青燕他们几个交流。可是段青燕她或许也会选择站在我这一边，也不一定。这么早啊？怕晚点就抢不到位置了。你们这些学霸真是要卷死了。中午我们食堂门口见。好。拜托两位大哥，我头一回起这么早，还是给你们送饮料。你们也该告诉我，段青燕到底是因为什么和温以之在一起的了吧？真想知道？都是兄弟，一切好说好说。其实也没啥稀奇的，就是因为一个赌约。什么赌约？就是我们跟燕哥打了个赌，说是哪个女生第一个出现在他眼前，他就去告白。这有什么好玩的？哼，当时段青燕跟你是一样的反应。可接下来，那这段青燕没按照你们说好的做，是因为喜欢温宜吗？这个我俩就不清楚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那坏家伙想玩把大的？什么？他想让温宜彻底爱上他，然后再提分手，岂不是？真狗。不过也挺像这家伙做事风格的。你见他什么时候对人动过心？如果他只是计划着某一天分手，那我又在苦苦坚持什么呢？芝芝，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没事。我带你去医务室。不用了，我要回宿舍。那我送你回去。段青燕，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和我告白？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我之所以选择和你告白，是因为一个无端挑起的赌约。我跟你说过的，我不会再骗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分手？分手？谁说我要和你分手？跟你告白的确是没有准备过的意外，但温以之，我喜欢上你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现在我很确定。所以温以之，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你不是已经表白过了吗？那不一样，这次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跟你在一起。你认真的？当然。芝芝，可以让我做你的男朋友吗？我同意了，同意了。温以之答应做我女朋友啦！段青燕，你快放我下来！有这么高兴吗？你是戴着耳机在听歌吗？我也听听看。我只戴了一只，下次再给你听吧。哦，燕哥，这回算是非常隆重的介绍。温以之，我最爱的女朋友。这回又是什么重大事情要宣布啊？这件事儿我们不是都知道吗？这次不一样，上次那个是什么情况，你们也都清楚。姐，你干嘛？不干嘛，就是想问问肚子还难不难受。还好。那我送你回宿舍。怎么这么重？里面都是书，当然重啊。人家都是背着书去图书馆，你怎么是反方向啊？对啊。快走了，段青燕，可以拍照吗？抱着我。可以按了。段青燕，你干嘛？拍照啊。你也得换。庆祝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不对，今天不是第一天，应该是你第一次跟我告白的那一天。可那天不算是我向你表达我的真实心意啊。就定在那天，好不好？不是说去图书馆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和段青燕正式在一起了。哦，这事儿我不是早就……是认真确定关系的那种在一起。这两人是真神速啊！他家芝芝到底是背着他做了些什么啊？温以之，青青，你眼睛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哎呀，不聊这个，说说你和段青言。你说你俩正式确定关系了是什么意思？你向他告白了？其实是他向我表的白。温以好出息了你，crush 直接晋升为男朋友，还是保真的那种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毕竟你们刚确定关系，这事儿也急不来，还是等时机成熟再说吧。少年的爱意虽浓烈，却也没人能知道这份爱能坚持多久。作为好姐妹，我当然是支持你的喽。我的天老爷！芝芝，你们小年轻示爱的方式都这么直接的吗？青青，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呀？去，快去看看当事人发的朋友圈。柠檬管够，放心，柠檬给我清亮。祝999999999999999！段青燕的回复未免也太狗了吧！芝芝，作为当事人，你不打算回应啊？怎么着也应该在底下留言吧，就类似于这是我男人的霸气的声音。我还是简单发一个表情就好了。好了，拿过来我看看。芝芝，我算是看出来你刚才为什么要拒绝我的提议了。原来有比这更劲爆的啊！怎么会？你们俩是想甜死谁啊？不是青青，我刚才只是……老天啊，请关一下我这个母胎骚楼的单身狗吧！你刚刚在我面前蹲下干嘛？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没位置了，还是热的。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图书馆的？你俩啥时候加上的微信啊？就昨天偶然碰上加的啊，谁让我给你发了一堆消息，你都不带理人的。你怎么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啊？联系不上你，我担心啊。抱歉，手机调静音了，不是故意不回的。我听见了。所以你是原谅我了？不是原谅，从来就没怪过你。我得去复习了，要不……你这是要赶我走？可是图书馆位子都满，况且都是来复习的，我都不知道图书馆还有这种地方呢。你是大一新生，不知道很正常。你没带复习的东西吗？区一个期末考试而已，都在脑子里了。这么厉害？专业第一的名次，毕竟也不是徒有虚名吗？要我帮忙？要我帮忙？帮忙当然没问题。但是什么？我总得讨要一些奖励吧？什么？保密。只要不过分，我都答应你。保证不过分。采访听纲你要不要先看一下？就是等下会问到你的一些问题。不用了，只要是你提出来的问题，我都能回答。那我们的对话会全程录音，之后对我们的稿子有任何意见也可以提出。现在采访正式开始。接下来这个问题实在有点问不出口啊。问题问完了，采访到此。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心里对喜欢的人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谁把这种八卦题塞进缸里的？也太会凑热闹了。这题不算正式采访内容，你不用非得回答的。怎么不算？这个问题我倒挺想回答的。行吧，那你就简短说两句就行。先说说外在的感觉吧。她总是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眼睛很漂亮，睫毛很长，皮肤也很白。怎么有点耳熟？性格呢，乖乖的，不是很爱说话，但绝不是懦弱的，很坚强，是很有自我力量的一个女孩。所以这就是你喜欢的人的样子？这不是我眼中的她，我喜欢的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温以之。高二那年，我只能在宣厨班前仰望你；到了大学，也只敢在表白墙上寻找你。我拼了命的努力，只为能靠近你，而现在，你却说喜欢的人是我。怎么了？是不是我哪里说错了？那段青燕，我喜欢你。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出息了？采访完了？问题没有了。不要总是掉眼泪，你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有点饿了，我们去食堂吃饭吧。里面放了电脑很重的，你别拿了。我这个男朋友不是放着做摆设用的。你怎么给我打了这么多肉？我吃不下这么多。剩下的我帮你解决。长得太瘦了，得多补补。不需要，我头发没关系的，反正也快吃完了。买了回家的车票了吗？几号的票？大概几点发车？买的15号的票，下午5点左右发车。段青烟，我真的吃不下了。他是故意的。道歉！我今儿就不道歉，
你小小姑娘能拿我怎么样？病！我让你道歉！老子今天非弄你不行！燕哥，这里交给我。痛？不是，就是有点太冰了。那个人怎么那么过分啊？咱们吃饭吃得好好的，他偏要故意找事，我刚才都快吓死了。快吓死了还敢替我出头？笑什么笑？像某些人胆子越来越大，连教务处的大红人都敢破。谁让他欺负你的？冰敷的差不多，我来给你上药吧。这还是你第一次承认我是你男朋友？怎么听着还有点委屈的意思？燕哥，都处理好了，人已经交到教务处了，地上的残渣我也清理干净了。燕哥，不碍事吧？有我女朋友处理，再大的伤都会好得快。你们查到那个人是谁了吗？那个人应该就是闲着没事干故意找茬的，谁让燕哥平时那么嚣张，看不惯他的人多了去了。我去丢个垃圾。你刚才为什么不让说？你一早就知道食堂的油腻男就是钟十一的表哥吧？那个男人我见过几次，这个小朋友太善良，什么责任都喜欢往自己身上揽。等一下，太阳太大了，我来打吧。不行，你手臂上没有伤。我手臂勉强还能动一动，但我的腰可能要废了。走吧，送你回宿舍。必须要回家了才能把伞关，必须扶好朋友才能把伞关掉，伞留给你防晒。遵命。那我先进去了，到家记得给我发消息。青青，怎么现在就开始敷面膜了？没办法，这天实在是太干了，我都恨不得让自己这张脸直接泡在卵盆里。对了，芝芝，你今天找我要采访地刚，是不是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已经完成了。谁呀？谁呀？金融系的。金融系的谁啊？段青燕。什么？青青，其实你不这么大声我也听得见，这不是太激动了吗？原来可利用的资源就在眼前。话说回来，那我们就轻轻送过这张完作业，起标照满分去了。专业老师是看我们问题的设计，以及最床视频的呈现效果，可不是看采访对象。金融系大神段千可不是人人都能采访到的，这含金量可是沉甸甸的，刚好给你的皮肤也补补水。对了，漫展的事怎么样了？看样子有情况哦。之前不还叫人学长来着，怎么现在就直呼其名了？好啊，芝芝，我还没问你和段青的牵的手业我来了。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事啊？下一把牵手也有了，你俩总该 key 了吧？哎呀，更刺激的还在后头呢。不闹了不闹了，我得赶作业剪视频了。你再凑过来八卦，这门课的简洁作业别向我搭把手。行吧行吧，芝芝你现在都学会拿作业拿捏我了，可算熬到头了，终于解放了。这考试一场就得做1个多小时，还不让提前交卷，做的我腰都提票买的哪天来着？对了，还以为咱们能凑一趟车呢，太可惜了。算了，反正咱俩一个地方的，暑假也能天天见呢。那你赶紧收拾行李，别又丢三落四。可是都要放假回家了，怎么这人也没主动提起采访视频的那个神秘奖励？该不会是把这事儿给忘了吧？没有。喂？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宿舍有人不好打扰，所以现在在阳台。记得把电风扇拿出来，别中暑了。没关系，我没觉得很热。你上次说回家买的是明天下午5点多的高铁票。那明天中午我带你去吃饭，你把行李箱带上，吃完我送你去车站。这是我要的奖励，芝芝应该不会碰一把。好了好了，快点回寝室，今天太阳很大。青青，你速度还真快，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本小姐归乡似箭的心思。我马上下来。滴滴司机是李峰，他说他刚好要去高铁站那个方向办点事儿，顺路送我，不准胡思乱想。我可什么都没说。你明天要是到家了，记得给我发消息。好，知道了，你也一样，路上注意安全。不会你们到时候都有归宿了，就剩我一个单身狗还在流浪吧？我不是人啊，放心，有兄弟在，我给你垫丢。李峰呢？怎么这段时间也没见着他人影？我还以为你段大忙人都快把我们兄弟几个忘了呢，现在才想起来问。他忙着泡妞呢，可没工夫搭理我们。就是一直跟温同学很要好的女生，好像是叫赵青青，她现在啊正给人当免费司机呢。温学妹回家，你不送送人家？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好好把握？她是明天下午的车票，中午打算带她去小奶峰吃饭。小奶峰的规格可不低，你这人还真是舍得哦。到时候萧叔也会在，这2个都是我最重要的人，肯定不能亏待啊。温师妹同意了？同意了。不过我倒是没跟她说萧叔也会在，想给她一个惊喜，怕不一定是惊喜哦。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温学妹到时候肯定会紧张，
人有压力也不一定说，好像也是。上次说什么萧叔人很好相处，不过就是哄着温学妹的。萧叔从国外回来，医学名望又大，其实我都有点怵他。我就是怕提前告诉他，他会更紧张，才想到等明天再说的。上次和萧叔吃饭的时候，也没见他说什么。况且温以之那么优秀又那么好的一个人，哪个长辈见了不喜欢？是，温以之天下第一好。那就祝你们见家长一切顺利，早日修成正果。借你吉言。这可是女生宿舍，你偷偷溜上来的？把你男朋友当成什么人了？那你……经过宿管阿姨同意的。我说我是哥哥来帮妹妹搬行李的，他就让我进了。可真会占便宜，只占芝芝的便宜，不要脸。是回家吗？这个是你什么人啊？我哥。那个方便留个联系方式认识一下吗？可能不太方便。不好意思，段青言，你耍赖！你在这等我一下。那个怎么了？刚才那个恶作剧不是故意的，这些零食是我昨天才买的，你放心吃，谢谢。还专门过来解释。你快走吧，别耽误你自己的行程。我错了。哪儿错了？刚才不该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在公共场合亲你，不该让那个女生难堪。看在段青燕小朋友这么认真道歉的份上，奖励你。可你刚才也给了那个女生一堆零食。这个糖没给过她，只给过你一个人。走吧。段青燕，这个地方看起来也太正式了，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吃点就好了。请你吃饭不能随便，况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什么啊？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吃一点垫垫肚子。是还有人要过来吗？阿言，现在请我吃饭都这么舍得下血本啊？萧叔，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温小姐也在啊。您好。阿燕说请我吃饭是要介绍一个人，没想到是温小姐你啊！我还以为上次见过之后，下一次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呢。萧叔，正式向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温以之，以后你们见面日子可不少。两个真心相爱的人，我当然诚心祝福。只是阿燕，你真的了解温小姐的全部吗？萧叔，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许人家是有什么急事呢，你还是接一下吧。那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温小姐，我原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您上次明明说过不会把我耳朵的事情说出去的，可您刚刚的举动好像并不是如此。抱歉，刚才是我忘了，毕竟在阿燕面前，我只是一个想她好的长辈而已。所以暂时忘记作为一名医生的职业操守，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吗？温小姐不用激动，我其实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因为喜欢段青燕才选择和他在一起，我并不会做伤害他的事情，您不必对我有这么重的戒备心。可你不是健全之人，这个事不用我多次强调吧？我因为信任您的专业医术而将我的弱点一览无遗地展现在您面前，但这不应该成为您随意唾弃我的武器。抱歉，我先失陪了。一之，萧叔，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姑娘，去哪儿？师傅，去高铁站。好嘞。如果萧医生让你做讨厌的事，你会听吗？会。旅客们，由临城西站收发途经本站中到连城北站的 G7256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打扰一下，能不能麻烦您跟我换个位置？他怎么会知道他改票成了这列班车？他怎么能清楚找到他所坐的位置？什么情绪都喜欢一个人消化完了
再带上笑脸。到底是我这长辈跟你们年轻人有代沟了，跟小姑娘有些误会。我想问的再清楚些。哎，我这把老骨头是跑不动了，还得麻烦你小子追上去哄一哄啊。这是从刚才吃饭的地方打包的，那里的食物很好吃的，肯定不能让你错过。还好，赶紧趁热吃。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应该问问我为什么会跟长辈闹不愉快？什么也没跟你说就一个人走了。我们先吃饭，你边吃我边跟你讲好不好？你已经知道了。这一半是我没动过的，你也赶紧吃。这些菜我都吃的差不多了，已经饱了。我还真的是有点饿。今天这场饭局被我搞砸了，还害得你中饭都没吃，连行李箱都得连累你买高铁票还我。这些都不是重点。什么？重点是不回我信息，手机还关机。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担心疯了？对，没有对不起，是下不为例。是下不为例。等到了下一站，你就下车，看看有没有比较近的回江市的票。不要。为什么不要？想送你回家。我是到终点站，很远的，你到时候返程回去很麻烦的。可我买的是去连城的票，现在就下车，也太浪费钱了吧。我高中就是在连城一中读的，我去看看母校总行了吧？你高中是哪个学校的？我的高中也是一中的。这么巧，那我们高中的时候是不是见过？应该没有吧。那还真可惜。什么可惜？早点遇上你的话，你就早一步是我的女朋友了。少贫，高中生早恋是会被叫办公室的。段青燕，你真的不考虑下车吗？不下，你到时候要不要跟我一起回母校，顺便为你讲讲光荣事迹？你男朋友之前可是优秀毕业生来的。还是算了，我回家还有别的事情。那我也坐到连城，亲眼看到你上车才放心。段青燕，给你的奖励。这是栀子花？我照着教程勾的，但第一次点生疏可能有点丑。怎么会？我很喜欢。挂手机上可能不太方便的。挂手机上我才能每天都看到它。没有你在的这2个月，我就靠这个挂件了。不过这个是奖励什么事情的？帮我完成了采访作业的奖励。吃饭是你自己问的，但这个是我主动给的。这一路上你怎么都不问在包厢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情绪那么激动？等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好了。这可是你说的，不准反悔。谁反悔谁小狗。一气墨香因消产。对不起，不小心睡着了。哪有人睡醒就开始道歉的？以后你对我不可以再说对不起和谢谢这些话。我叫辆车你回家。不用了，我爸爸他说现在在站档口等我，我坐他的车回去。你赶紧看看有没有最近一班可以回江市的车票。青燕，芝芝，那你记得想我，要在2个月之后才能再见到他。失落和不舍彻底占据了我的心。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让我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温以燕是第一个。当然会想你。原来被人管着也可以这么快乐。好。芝芝，跟谁聊天这么开心呢？是青青的消息，闲着无聊跟他聊了几句。爸，我不是说不让你来接了吗？天气太热，还麻烦你跑一趟。我下班反正也没事，你妈还一直念叨着你呢，这会儿应该准备了一桌子菜了。母亲不太习惯我的示弱，我的情绪总会让氛围变得压抑。在母亲面前，我总是格外谨慎，害怕言语不妥让她不悦。我没有心生怨恨，只是总觉得有些隔阂，习惯接受这份淡淡的距离感。老婆，我接女儿回来了。芝芝，你先去房间洗个澡吧，身上都是热汗。不用了，爸爸，还是先吃饭吧。爸，洗手吃饭了。考试怎么样？有信心拿到下学期的奖学金吗？孩子刚回家，问这个做什么？那你有本事赚钱去交他下学期的学费啊，就只会光动。我考的还行，下学期的学费不用麻烦您操心的。
其乐融融的一家团圆，我早不再奢望，只求大家平安顺利。这台相机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在箱子里？难道是他送的？到家了吗？你呢？买到车票了吗？现在已经在车上了。相机是你送的？怎么样，喜欢吗？喜欢，但是它真的很贵重，我不能要的。段青言，就是因为贵重才买来陪你的。你要是不要，那我一个金融系的，难道用它拍数学题吗？那你暑假的时候要好好吃饭，太瘦了。知道了，我这边还有事，就先不和你聊了。芝芝，爸爸可以进来吗？可以。爸爸今早上去市场买的新鲜水果，可甜了。好吃的，谢谢爸爸。妈妈呢？你妈出去散步去了。我找了份兼职，前几天刚联系好的。你别听你妈瞎说，学则费这些我们都还是出得起的。爸，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主要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就在这附近的烧烤店帮忙，很方便的，都是晚上才去。这么烈的酒也敢一口闷，你这是打算借酒消愁啊？该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不玩了，不玩了。李峰，你这技术怎么一点没见长啊？燕哥，啥时候进来的？怎么也不说一声啊？被你注意到，可不是什么好事。哎，阿燕，今天见家长是不是贼顺利？不一定是惊喜。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上次在医院，我看到温以谦在哭。我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就只看见他一个人蹲在那儿，周边也没有其他人。在城南小馆的时候，温以之看到萧叔的时候，情绪一下子就变了，就好像两个人就已经先见过了一样。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回去了。我觉得这阿言啊，算是彻底栽在这女孩身上了。我觉得挺好。从前经历过一段往事之后，他就一直封闭自己，很难向外人敞开心扉。如今心里多了一份牵挂，算不上坏事。但愿这女孩啊，真值得我们阿燕这样劳力伤神。爸，太晚了，学校食堂排不上位子了。你晚上还要兼职，白天学习身体怎么吃得消啊？没关系的爸，我这年纪身体好得很。2份白天晚上连轴串的工作，虽然会消耗很大精力，但自己还能消化得了。欢迎光临，芷芝，你在这里上班？你疯了！你昨天回家的时候跟我说，你今天晚上要去烧烤店兼职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疯了。怎么会有人在经历过期末周的摧残之后，还无缝衔接的打暑假工？结果你现在白天还要在便利店工作，哪有人这么在意自己的身体的？没关系的，真的，主要在家待着也无聊。青青，我现在是上班时间，不方便跟你多聊。青青，你买这么多，我的工资也是不会变动的，我是按时薪挣钱啊。我还以为有业绩呢，那你也还是把这些全部结不结了吧？我最近馋得很。这是给你的，老板，这是我请他喝的啊。突然有点想他了，明明也才1天没见而已。姐姐，见我怎么跟见着老虎似的？店里没客人的时候，你想干啥干啥，我没意见。姐姐，您今天怎么有空来店里了？还不是我妈非逼着我相亲，介绍的全都是一些奇葩，跟他们聊不来，所以我干脆来店里。不了解，芷芝老师讲过是头疼事。您一直看着我做什么？像你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乖的女孩子，在学校应该很多男孩子追吧？没有的事。看样子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吧？年轻真好啊！你男朋友人还算不错，知道不以偏见看人。老板或许误会了，他根本还不清楚自己耳朵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他知道，城南小馆萧叔是否就知道他是谁？饭局发生过什么？可我承诺过，除非他愿意说，否则不问。今天只弄明白两人是否见过。当时我就是看见温以韵一个人蹲在那里，哭的那叫一个猛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得了什么绝症。瘦小的身子无助地蹲在地上哭。他不喜欢在人前哭的。那个时候的他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才会那么崩溃？你好歹也是医学世家出身，
随意翻看病历这种事情，就不怕萧叔骂死你？不看就不看，怎么还道德绑架人？还是别去碰钉子了。怎么刚好有他的名字？应该只是同名同姓而已吧？怎么了？没什么。可是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跟自己袒露过这件事情。萧叔天生护犊子，估计没少盘算。哎，萧叔，阿燕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从没见他这么乱了阵脚。萧叔，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等等，萧叔，那病历我真不是故意要翻到的，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一命吧。阿言这边你多照看着点儿，别整天就只知道泡酒吧。得令。阿言这是去兴师问罪分手，他最讨厌背叛。车呢？无人接听。此时此刻，我必须见到他。我跟了你这么多年，过个一天好日子吗？你难道就是这么对我的？你别跟我吼！我自认我对你、对这个家已经足用心了，你到底还要我怎样？就算是我错了，你也不能总是在女儿面前摆脸。芝芝的心里难道就会比你好受吗？她心疼家里，完全就是因为爱我们，想减轻我们的负担。你们父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闭嘴！我分明就是个外人，我分明就是当时一个外人。其实我自己心里都忍不住怀疑，更别提旁人了。没想到大大小小的活干得很漂亮，男儿该有的他一样不缺。这样的人用着心血。小同学，这么晚了，赶紧回家吧。是我哪里干的不好吗？不，你误会了。你这活啊，比我之前招过的那些小伙子还要好。这个你拿回去吃，工钱照发，就当夜宵好了。自己一整天水米未进，啧额睡间醒来。此刻，我真的很想段庆言可以在自己身边。哪有人边吃边哭的？我发泄的对象是自己，不是他，是我没有给足他安全感，才导致他隐藏那份事实。明明他头发扎起来也很好看，却因为我而小心翼翼的伪装。想哭多久就哭多久，我一直陪着你呢。到底是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出气好不好？我就是慢慢说。就是想你了。走，带你去吃饭。不用了，今天太晚了，再不回去我爸妈该担心了。可是我不是整天都吃这些的，只不过是今天没来得及才凑合一下。你怎么会突然过来？当然是想你了呀。喂，爸。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爸，我马上就回去了，您别担心。你要是困了就早点休息。走吧，我送你回去。那你呢？这会儿肯定已经没有高铁票了，你打算怎么办？我开车过来的，大不了就在车里将就一晚喽。不行，大夏天待车里开空调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不开空调也不舒服。不管怎么样，在车里睡觉都不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怎么了？我大概知道有一家可以住人的旅店。真的？那赶紧去吧。说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你开了一路车不累吗？让你一个人走夜路，想都别想。我这么普通，却能和他并肩走在光里，真像是一场梦。做你眼中的自己，而不是我眼中的温以真，明白吗？还要记得好好吃饭。话题怎么转得这么快？明明是他先撩人的。真的好美啊。确实美。对啊。芝芝，
说的是你。你回去吧，就在前面了。明天我有时间，一天都陪你，好不好？那我在这儿看着你进去。回来了。爸，不好意思，害得您这么晚还在等我。说什么话呢，傻丫头！要不是你不让我去烧烤店接你，我高低不会在家干等着。烧烤店离家很近的，不用去接我。就是今天店里的客人实在太多，所以就晚了些。下午怎么都没回来吃饭？天气太热，懒得赶回来，就外面吃了。爸，你快去睡觉吧，我也准备洗个澡休息了。爸爸现在去给你热一杯牛奶。谢谢爸爸。啊，他说是想我才来找我的，可这未免也太着急了吧？难道出什么事了？他这人还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忙，不过他没来我家找我。原来被人这样牵挂着担心的感觉是这种滋味。那有没有什么奖励？怎么跟幼儿园小朋友一样，老是讨要这些？你想要什么？明天陪我去连州一中逛逛。怎么没回我消息？准备睡觉了？没有，就是稍微考虑了一下。那芝芝想好了吗？记得，明天陪你去连城一中。我就知道，我们家芝芝最好了。可这句话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完全又是不一样的感受。我准备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到底怎样做，才可以让温一之每天只要开心就好了？你爸有事出去了，就算是放假也该有良好的作息。女孩子家家的，睡到这个时候起床像什么样子？对不起妈，我下次会注意。为什么母亲对我的态度永远这般冷断？看我的眼神就像看陌生人。妈，我今天跟朋友有约，出去一趟。妈，那我走了。鬼鬼祟祟站门口，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姑娘是来干什么坏事的呢。什么？明明是担心他还没睡醒，自己过来会打扰他。说错了，说错了，芝芝是乖小孩，做错事的人是我。总算是笑了。这是给你带的早餐。温一之，这人真的很爱搞偷袭，赶紧趁热吃吧。我在家已经吃过了。怎么这么甜啊？糟糕，我喝粥喜甜，给段青燕舀粥时没想太多，下意识添了糖。很甜吗？没你甜。不喜欢吃的话，不用勉强的。吃完了。这些杂活应是我来干才对，你的手将来可是要拿话筒的。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还没我办不到的事情。你有办法打开学校的大门？没有，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应该可以进去，像此上偏僻，少有人经过，不管怎么看都不像能进去的。段青燕，你真的好像在做法，在这里学习3年，竟全然不知这个秘密。亲吧。你说我们会不会被当成小偷抓起来啊？有我在呢，不怕。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学校有这么一块地方的？你们这些好学生啊，还是太乖了。高二得知那老家伙娶年轻女人进门，非要回去家断闹收围栏，这些断桩谜题是设置好的，明的不行，大不了就走暗道。我一气之下砸通了学校后墙，溜了出去，没想到这洞口竟然还在。以前压力大，时常看他的照片，那是我以为的
离他最近的地方。原来这个时候的你这么青涩的啊！还是别看了。当时刚跑完操头汗，碎发沾脸，红红冲冲的，没准备就匆忙用干纸巾擦干拍下。领证时才看到照片，庆幸已毕业，不然绝对是社死现场。没想被他看见。别看了，有点丑。不会，原来17岁的温以之还是这么好看啊！突然觉得我有些配不上你了呢。不知道他是玩笑还是认真。他要是知道当时我是跑进厕所摘下助听器扎起头发才拍的，就不会这样说。就是这样的他，在我心里依然完整。再早一点认识他就好了。我们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吧。段青燕，带我去你之前上课的教室看看吧。他整天发呆睡觉也是专业第一。学校的椅子还是真是不舒服，怎么睡都不得劲了。他的每一处都贴着请勿模仿，我真的很想透过这些去看见以前他的影子。你们两个人从哪里进来的？当时我拿段青燕照片向他打听，千万不能被发现。你们是哪个班的？不是已经放假了吗？老师，我叫段青燕，是这儿已经毕业的学生。段青燕，我记得有一年有个女孩子就是拿着你的照片到处在打听来着，好像是那边还等着我开会呢。你们继续，一会儿从学校正门赶快出去，尽量不要在这里停留太久。对了，后墙那个洞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毕竟留着总归是安全隐患，在我提出顾虑前他就已经处理好，不让我操心了。安心吧，都处理好了，现在跟我去吃饭。有一家巷子里的小餐馆，菜特别好吃。我上学时有空就会去。喂，芝芝啊，今天中午怎么没有回来吃饭？爸，我有个朋友过来这边看我，我打算带他到处转转。我跟妈说了一声的。哦，你跟妈说了呀？说了就好。这么热的天，没让你朋友到家里来坐坐，咱也可以好好尽尽店主之福。不用了，爸，父亲默认朋友是女生，要是把段青燕带回家，故事走向一定很离奇。她社恐又认生，我还是带着她在这附近转一转就好。爸，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挂电话了。在外面记得照顾好自己，身上钱够不够？不用操心了，爸，我身上的钱都够用。我们走吧。怎么了？我社恐，我认生。随口说的。段青燕，你耍赖！你明明说过不在公共场合亲我。那我再让你亲回去一次。我们还是去吃饭吧。段青言，怎么了？没有多远了，就快到了。你知不知道刚才真的很危险，就差那么一点就撞到你了，你知不知道？我只是……你不要那么凶好不好？芝芝，我刚才就是芝芝，刚才是我说话重了。不是，没关系，我等你说，别着急。这条路很窄，我是怕你站在外面容易被经过的车蹭到，所以才换了位置。傻瓜，为什么不早说？你是傻瓜吗？难道自己站到外面去就不危险了吗？我饿了，我们去吃饭吧。你小子这么些年没见，都已经是混成这副人模狗样的了。张哥，以前我带人过来吃饭都饿着呢，赶紧把你们店里的招牌菜亮出来啊！你这一好姑娘，怎么想不开给她当老婆啊？没有苗姨，张哥真饿了，瞧我，光忙着叙旧了。你们先坐着啊，我炒几个菜，很快的。你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跟这个张哥认识了吗？算是吧，他人很好的。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也算帮了我很多。那可能要放一会儿，眼睛消下肿。我觉得舒服很多了。小姑娘，我刚就是跟你开的玩笑，你别放在心上啊。你小子什么时候把头发染回来的？之前不是怎么劝都不听吗？他之前在这读书的时候啊，头发可是那种海蓝色的，也是迷死一堆小女生啊。当时以为是天空的颜色。小段啊，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呢？不是在念大学吗？啊，是吗？读书好啊，读书能长见识。
尝尝这个。你们慢慢吃啊，我就不打扰了。谢谢啊。你小子可别跟我客气。太多了，我吃不完的。慢点吃也没关系。想问什么？啊？刚才张哥说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想要问我的？他为什么会以为你已经参加工作了？保送到江市的南大，我其实并没有去南大报道，因为只想离我爸越来越远。有他在的地方，我连一步都不想靠近。我8岁就没了妈，完全就是被我爸给逼死的。后来他娶了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人，还逼着我叫妈，那我怎么可能会按照他说的乖乖的做？那时候张哥因为我保送，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打算给我庆祝，结果就听到我说不去，想来那是挺对不起他的。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什么？你很好，我会陪着你的。一直都会吗？只要你需要。我就一直在。好不容易来我这儿吃顿饭，就当是我请你们吃了。毕竟开在这深巷里的店铺本身就很难赚钱。刚才我们这一桌子的菜也根本就吃不完，现在段清扬的一双手上还提着打包好的菜。张哥，要不这样吧，张哥，你要是实在不想要钱的话，那你干脆向我们提个要求吧，不然的话，小朋友就真的赖在这儿不走了。小同学，付钱还是见外了。等之后你们2个要是结婚了，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请喝喜酒就行。放心，到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你。我拿一点吧。你男朋友体力好得很，还不至于连这点东西都拿不动。也不知道是玩笑还是认真的，我的心里竟然真的在期待他们的未来。那我送你回家。可我也听出了他急转直下的语气，但也不太好说些什么。愿意跑过来，也就陪了他不到1天的时间而已。况且明天虽是星期天，但我还是要去便利店上班。对了，说起上班这件事，似乎还没来得及跟他讲，或者我明天请假也是可以的。不用了，明天我应该就回江市了。好像说什么也不太对，突然一下子知道对方要走，我也有些无所适从。说些挽留的话，让他多待上几天，话到嘴边也开不了口。我明天不放假，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回江市有事情。我原是想多留几天的，但是好像自己再待在这里又会耽误他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拧掰的人，一向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一切出发，偏巧只有在遇上他的时候，才会想方设法的能不能做得更周全些。我性子沉闷，调节气氛之类的话，在我这里根本就不会，但是又必须得说些什么才行，又或者做些什么。刚才下车的时候，好像有听到棉花糖掏饭的吆喝声，你是不是不太开心？没有啊，怎么会这么讲？不是，就是一种感觉。好了，早点回家吧，我真没事。那你要是回去旅馆的话，记得告诉我一声。放心。段清言，路上注意安全。刚才一路上的燥热，在此刻竟然神奇般的消失不见，像是想到了什么。我突然很喜欢蓝色。把他送回家后，心里空落落的。段清言，我担心他已经开着车走了，所以跑得很快很快，生怕赶不上。看到棉花糖的那一刻，我就自动想起段清燕那张好像不怎么开心的脸。在饭店听到他的故事，自己本能的想做点什么，至少也不该就这样让他带着不开心独自回到旅馆。是糖，用来逗你开心的。我从来不喜欢吃糖，自然会拒绝跟甜分有关的任何东西，包括这个棉花糖在内。这样一个东西出现在眼前，突然不知道怎么吃才好。这样吃就可以。我依然不习惯这个味道。你又搞偷袭。那我正大光明再来一个。不要。喂，爸。喂，书明。我知道，我马上就回去了。那你一个人可以吗？以为是父母又吵过一架，我没敢打扰。芝芝，你过来，爸有点事要问你。你白天还在便利店工作？我完全没料到这件事情会被父亲发现，原本以为至少可以瞒得更久一些。我知道父亲的处事方式，没有完全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他很少会直接的向自己问出这样的问题。说是问题，其实也不过是在确定我的答案而已，已经没有办法否认。爸，暑假有2个月呢，
便利店的工作我只干1个月，不会做太久的。那也不行，我们家还不至于落魄到要靠你放假打2份工。女孩子多出去锻炼一下也是好事情，反正便利店也有空调，也不至于浪费家里的电费。你这说的什么话？芝芝身子本来就弱，就算是正常人也耗不住打2份工啊！你冲我吼什么吼？我说错什么了吗？难道全家人之后就靠着你那可怜的退休工资和西北风吗？要说起来，我真的已经记不清这到底是多少次他们吵架了。按照这个频率，估计这2个月的暑假耳朵都得听到起茧子。我先回房间了。你明天干脆把便利店的工作辞了吧。辞了之后，就整天看妈和您2个人怎么吵架吗？我好像是才意识到，之前我以为没有被听到的争吵，实则早已被他全部知晓。从他回来到像现在，起码也过去了40分钟，段青燕竟然还没有走。这么热的天。喂，你怎么还没走？我房间能看见你的车，只要看见它，就会不自觉开心。过去很难过的日子，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找回能量的话，就会偷偷拿出段青燕的学生证上的照片来看，或许有点奇葩，但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快速找回自己情绪的方式。而现在，不用再对着冷冰冰又发不出任何声音的照片，他此刻看着的是真真切切出现在他面前的他。其实不用问，只要是段青叶，似乎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一直以来，在这一点上，他绝对的信任他。怎么了？一直没说话。想你了。他很少这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心意，说出来后才反应过来会不会有些不妥。可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对面的人直接可以让他把顾虑全部抛之脑后，剩下的只是不用多加修饰的轻松和舒服。所以我在啊，一直都在。不管怎样，此时此刻的他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快乐，习惯了迎来送往的假笑和佯装坚强的苦笑，直到一个人出现，才会有与之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心情。也许也只有这一个人而已。明明能感受到从喉咙里出来的是很清脆的口音，可进入左耳却是混沌的，是模糊的。自嘲似的笑了笑，他有时候就是会做出这样看起来很傻的行为，每每如此，都会在心里残存一丝奢想，如果他的左耳突然有一天能够彻底听见就好了。就是这个小玩意儿，花了家里很多的钱，以至于之后的每一次争吵都离不开它。就当是汗水好了，在这种事情上纠结又有什么意义呢？比起包子、玉米这些，他更倾向于米粉、馄饨这种能有饱腹感的食物。赶紧坐下，趁热吃。你妈她自个儿等会儿睡醒了，我再给她煮一碗。等下要不要我送你去便利店？不用了，就2站路，很近的。那你中午记得要好好吃饭。我会的。他昨晚睡得早，以为第2天就能看到他发来已经到江市的消息，可从起床到现在，手机没有一丝反应。也许是昨晚回家太晚，睡着了也不一定。干脆等到中午再看看他有没有发消息过来好。欢迎光。你今天要是不出现，我就把这店全给砸喽！只要你听话，我们保证不弄你。
由于是早上刚上班，门口基本没什么行人，哪怕是喊救命，也很难保证有人听得见。你们不要再砸了！这些都是老板的心血，年纪轻轻能盘下这么大的店面，肯定也是辛苦攒下的本金，绝不能就这样被毁了。你们知不知道私闯店面、砸坏他人物品的行为是犯法的？他只不过是希望因此能够震慑住他们。这是我女儿的店，我想砸就砸。不论在脑子里受教过怎样的设想，他都不能理解，眼前这位毫无章法、只知道风摔东西的老太太，竟然是老板的妈。两个人的风格相差未免太大。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这样猖狂下去了。谁给你的胆子出来了？又是谁给你的胆子敢碰他？放开，放开！我叫你放开，听到没有？你有没有事？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毛小子？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不介意让你多吃几年牢饭。真是不好意思，今天的事情是不是吓到你了？姐姐，我没事，就是店里的东西，只要你人没事就好，耳朵没受伤吧？其实老板轻声问的话他听见了，为什么就连便利店老板都知道关于他耳朵的事情，他却不肯告诉他，想不清其中的缘由。在医院得知他的情况之后，他无数次忍不住想当面问他，可终究还是忍住了。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在等他亲口跟他说。他的眉眼很深，侧脸的五官很优越，脸颊边缘的棱角分明，毕竟是便利店的老板，形形色色的人他见得很多了。从他进来到现在，男生就一直把小姑娘搂在怀里。姐姐，那个老太太说是你妈妈，是真的吗？我不是一直说来店里就是为了躲我母亲家里安排的相亲吗？那个就是最近我妈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一切都已经明了，温以南的心里一下子被堵住。别人都说妈妈和女儿是除了闺蜜之外相处最好的姐妹，她曾经也这么认为。可是事与愿违，往往伤害最深的也来自他们。我毕竟是外人，插不了手，只能希望像老板姐姐那样好的人也应该有好运才对。刚刚得到通知，已经上班的工资会提前转账给我，之后便利店大概率要待业休整，我也没办法再去上班了。低头看着手心里摔得面目全非的手机，真是丧气。老板家里本来就已经鸡飞狗跳，再说出手机的事情，恐怕更难熬吧。一个礼拜的工资本来就不多，现在还要拿出余钱去修手机，这一摊子霉运说来就来，让人没有任何防备。在便利店看到他的时候，我首先是觉得看到了救星，后来才想起他昨天说要回江市，本来想问来着，但那时候的情况好像也来不及让我做反应。你不是说你已经回去了吗？这不是舍不得你，所以干脆又回来了吗？信息和电话不是故意不回的，手机没电关机了。我知道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两位需要点什么呢？你们这儿的最新款都拿出来看看吧。终于来了大单！先生，我们这儿的品牌有很多种呢，是给谁买呢？给女朋友。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适合女孩子用的新机。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给我买手机？我不需要。你这手机得换新的了，修一下应该还能用，不用这么破费。不是破费，是刚才那便利店老板给的钱。他说你手机坏了，让你买个新的。不过你提早走出去了，他就叫住我，把钱转给我了。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老板。芝芝啊，买手机的钱是我给你的，今天这事儿本来就是我负主要责任。要不是我不小心看见了你那手机屏幕，你这姑娘是不是又打算憋着不说？姑娘有耳症，才刚放假就出来兼职，不管怎么看，好像都是值得心疼的。可她也是幸运的，直到看见那个一直陪在女孩身边的男生，我更加笃定这一点。眼神骗不了人，更何况他很爱女孩。温以之的手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具体的实际情况，
是那个男生告诉我的。买新手机的钱也是他让我做的掩护，还有女孩做了1个礼拜的工资，男生给了我1倍的钱，还让我别说。做到这个份上，我无疑是感叹的。只希望这对小年轻能够走得更远些。我也相信，是会有这一天的。芝芝，喜欢哪一个？原本是想问下这几个分别是多少钱来的。把它包起来吧。不是，我只是想问下多少钱而已。不贵，今天刚好打折。芝芝，我有点渴，你可不可以去旁边店里帮我买瓶饮料？你想喝什么？矿泉水就可以。我现在把钱付了。刚才就是特地把它支出去的，不然的话，女孩肯定不能接受这个价格，又得把手机推辞掉。你女朋友还真会挑呢，这款是我们店限量的情侣款。情侣款？给你喝的。一上午都没来得及喝水，确实渴了。他竟然一直没还，猜不中是谁，但我心里有一个很模糊的人，段青燕他爸。要不你还是接一下吧。干嘛？看得出来，段青燕现在的心情似乎很糟糕。我出去一下。段庄明，人是得讲良心的，还是说你根本就不配做人？我好歹也是你老子，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坑蒙拐骗搞大别人的肚子，还使用暴力伤人这一套，你这种人也好意思当爹吗？我一刻都不想听这个恶心的男人从他肮脏的嘴里蹦出半个字。从放假到现在，我没有回过家1次，不对，我根本就没有家。有段庄明在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称之为家，一通电话都没有，我落得清静。最好段庄明都不记得有我这么个儿子才好。可偏偏刚才的一通电话猝不及防的打来，竟然是让我回去参加何离的生日宴会。那个女人霸占了原本该属于我的家，抢走了原本我该有的爱。更讽刺的是，自家老爹时隔多久打来的电话，还是因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说出去也是天大的笑话，连同我的出生一样，是个根本无法提及的笑话。我不是在父母期待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的到来是意想不到，是毫无防备，对我不欢迎。那个不想负责的老家伙把母亲押到了医院，强迫她堕胎。如果不是母亲舍不得从手术台上逃了下来，那么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是段庄明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那个女人的生日宴会。听到他说，我便已经猜到他口中的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段庄明后来新娶的妻子。换作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存在，根本就说不过去。芝芝，你会觉得我很懦弱吗？我一直喜欢着的人，坚定地表达着他的爱意，永远无条件地把我护在身后，又怎么可能懦弱？我原本可以现在就开着车回去，然后把蛋糕狠狠地砸在那2个人脸上，然后警告他们离我的生活远一点。可你并没有这么做，对吗？他害死了我妈，我原以为他是恨那个男人的，可是他留下的遗书里却在告诉我，让我不要再恨他，不要去跟他对抗，所有产生的苦果全部由我妈她一人承担。那是他第一次窥到他的脆弱。也许你的母亲只是不想让你之后的每一天都生活在仇恨里，她希望你是无忧无虑的，至少也该是主动寻找爱的人，而不是被动裹挟在无止境的仇恨里。明明世界真实存在着，可只有感受到温以之身上气息的那一刻，我才觉得我活着，我爱他。这一点我已经无需证明，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已经足够确定这一点。有了可以再次想要保护的人，我的生活才真正从那一刻开始呼吸。芝芝，
你会永远待在我身边的，对吗？会，当然会。一直以来，我从不轻易说出根本连自己都没把握的事情，因为无法实现之后的失望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做出什么来弥补，都无法消解。可我想试试，既然已经试着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能试着按照永远的时间课题一直走下去？不加考虑，不过多添加很多坏结果的设想，只是从遵从内心最深处的答案里。如果那个人是段青叶的话，只是因为喜欢他，最终结果是好的话，皆大欢喜；反之，也没什么会留下遗憾的。比起单恋的那几年之后，无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好像都不会太差。他想陪着他，想一直陪着他，就这样做好了，无关其他。这个动作，主动的那一方一直是段青言，头一次尝试。从来没做过这么大胆的行为，结果到后面自己却败下阵来。不管怎么想，真是又羞又恼。芝芝，有你真好。我也是，有你在真好。心里某处柔软的地方再次沦陷，无限的释放女孩的心事。哪怕已经在心里构想过很多次，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对段青言做出了刚才那么过火的行为。我可从来都不是那种风格。芝芝，到家了。怎么了？你今天是要回家了吗？我也可以留下来陪你。不要！一想到他住的旅馆，上次我去了，老旧的窗户很难移动，而且床板很小很硬。虽说条件也算过得去，但和他在学校附近买下的房子比起来，根本就差远了。我担心他住不习惯，而且这次来连城待上这么多天，也全是因为我的原因。我想让他回去，至少舒服些。可我舍不得你怎么办？一想到又有那么多天看不见他在自己身边，他肯定浑身难受。以前的他根本就不想待在学校，寒暑假更是宅在家里或是酒吧。除此在什么事情对他来说都没有半点吸引力。可自从遇见我就不一样了，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如果你能坚持30天，每天晚上在睡觉前给我发晚安的话，我可以考虑提前1个礼拜去江市找你。要是不行的话，行，没问题。我原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有人说一件事情坚持21天以上就可以成为习惯，可往往坚持这2个字最难做到。我以为段青言会嫌无聊，回绝掉我这个无端挑起的游戏，只是没想到还是我想的浅了。好像只要我走出他的视线，直到再也看不见似的。否则，无论什么时候选择转身回头，都能看到段青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呆呆地冲着我笑。段青言，喜欢他身上的味道，每一次靠近都会闻到。记得要想我。爸，我回来了。今天怎么回家这么早？店里老板家里有点事，所以之后也不用去他家店里上班了。虽然没有完全讲出早上店里发生的事情，不过因为我自身没受到什么大创伤，自然也不想让父亲跟着操心。他年纪大了，事事只为自己开心就好。刚切好的，以为你晚点才回家，正准备放进冰箱里呢。这是你最喜欢的。谢谢爸。从小到大，我跟父亲相处的时光不多，父亲忙着工作，我忙着学业，只是偶尔多学着别家的撒娇，让父亲得空给我带点馍回家。之后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只是没想到父亲还记得我的喜好。想到这些天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赵青青发来了的消息，2个人之间的聊天好像还停留在上次在便利店的偶遇。来不及多想，担心是不是青青出了什么意外。喂，你是哪位？这不是青青的手机吗？我甚至都已经想好，等会儿挂断电话报警之后应该说什么了。温同学，我李峰啊，不会这些天和燕哥玩嗨了，就不记得我们几个了吧？
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很尴尬的脑补了一出大戏。青青去厕所了，手机让我拿着，我看见是你的电话就接了，怕你有什么急事。你来连城了？我还没搞清楚状况，他们两个已经这么熟络了吗？连城最近不是有个夜间集市很火吗？所以青青邀请我来夜间集市，我好像听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偶然提起过，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忙着工作，好像完全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早知道连城的集市活动一直很火，每到这个时候，很多外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如果能和段青燕一起的话，应该很浪漫吧？你跟燕哥肯定会去吧？我可是听说他都有打算在连城买房的打算了。哪有这么夸张？他今天回江市了，只不过怎么段青燕来连城找我的事情，连李峰都知道了。你是不知道严哥把萧元明车直接开走的时候，那家伙当场气得有多爆炸。才知道段青燕开来的车就是萧元明的。他今天回江市了，你可以跟萧元明说一下。那是得让他去停车，你是不知道那天还下着大雨，段乔把他一个人扔在医院停车场的时候是有多惨，我跟许瘸川两个人都笑了他好久。段青要去医院干什么？是生病了吗？大脑飞速转对，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带过去比较好。当时萧元明打电话吐槽段青燕的时候，还让我去接她来着。等在医院接上她，萧元明就一直在抱怨，中途确实把他不小心看到温以文病历的事情给抖了。既然是无条件支持段青燕的兄弟，加上跟温以文相处的过程中，我确实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的朋友赵清笑很好相处，也是一个听到这件态度一样，并不会因此对她产生什么排斥。一切也只是看段清明的态度而已。我了解段青燕，她能什么都不顾，拿上萧元明的车钥匙就只身一人去连城找温以文，不可能是提分手这么简单。任何一个触及她底线，并让她心生嫌恶，会多花一种跟对方废话的。不过至于温以游在电话里问出了那天段青燕在医院的事情，是不是就说那个家伙根本就没有把他已经知道温以游耳朵的事情说出来？纠结着，就是这样的话，该怎么说才最为妥当呢？是谁的电话？啊，温一之的，你手机一直在响，我看是他，就接了。芝芝，段青燕来找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她身上有受伤的地方，或许只是去医院办些别的事情而已。我又想问问看看赵青青和李峰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但碍于李峰就在旁边，这个问题也不好问出口。听李峰说你们要去逛连城的夜间仪式。小同学，今天集市上可热闹呢，听说10点的时候还会有烟花，你去玩吧。不用的，我可以接着干。工钱照样按照定好的工时给你，就当是放假了。谢谢老板。他已经朝着集市方向去了。感谢。对方一定是玩得太开心，忘了回复。回头。芝芝，这是单送给你一个人的。希望你永远快乐。还好是赶上了，还挺怕烧烤店老板不放人的。他早在来连城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夜间集市这个活动，策划着怎么给他惊喜比较好。可惜啊，温以安一直让他回江市，加上萧元明那个家伙又整天打电话来控诉他开走了车，左右为难，只能连夜把车开回江市。幸好偶然知道李峰要来连城，搭个顺风车也不过分。至于烧烤店的老板，在第一晚见到温以真的时候，段青燕就已经偷偷加了联系方式，好让他在夜间集市这一天提前放人啊。还好，一切都来得及。这场烟花让温一之看到了。段青燕，我在。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所以你怎么会想到今天晚上要弄这件事情？老早就知道连城有这种活动了，只是某个小没良心的还一直要赶我走来着。我最近比较忙，所以就给忘了。那我得要点补偿。今晚上玩得开心一点。这个夜间集市，高中的时候跟赵青青来过一次，
但当时2个女生好像只顾着买了一堆小吃，里面好玩的游戏和活动都没来得及参与。现在段青燕陪在自己身边，她倒是对周边组织起来的活动来了兴趣。想玩什么？想玩什么都可以。我们玩那个可以吗？没问题，只要是他想去尝试的事情，我都可以陪着一起。小姑娘，只要打中前面的气球，就可以任意挑选你想要的玩偶。刚才路过的那些女生，可是个个都想要啊。结果他们男朋友打了半天也没打中。你要是实在喜欢，可以让你男朋友也试试。不用，我可以自己打。既然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是由我自己争取才对。他肯定可以。只要你能打中最上面中间的那颗气球，就算你赢。段青言，我打中了！你一直都很厉害。收款到账 XR4元。我刚才已经付过玩的钱了，你怎么后来又给老板多付了一些钱？很多人来体验都是为了打到这只大熊，只要大熊没被打中，上门的客人就会络绎不绝。但如果被打中了，老板就很难靠它挣钱了。可这不就是规则吗？是规则没错，可也是迫于无奈之下的妥协而已。就当是我同情心泛滥好吧。明明自己过得也没有多顺心，可就是见不得别人同样如此。我没有超能力，帮不了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只要遇见，如果对方在乎的话，我可以试一试。刚才那个老板把玩偶抱给我的时候，虽然不情愿，可还是开心的。我放下玩具枪的时候，耳边全是掌声。我往老板那边瞄了一眼，替我鼓掌的人里就有他。小时候我没有条件马上安上助听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周围是吵闹的，因为有一堆模糊的噪音和耳鸣，也是沉默的。如果不靠着读对方的唇语，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收到语言的信号。所以我常常期盼能遇到一个跟我彻底平等对话的人。可有些人觉得跟一个有身体缺陷的人何必浪费时间交流呢？敷衍打发就够了。他们按照自以为舒心的方式跟我相处，却从未关心过我是否在乎。他永远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可也是因为如此，他只会把自己的爱意更无限的放大，然后拼尽全力倾注到他一人身上。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开着的小吃摊吧。芝芝，他们在那里。那我们吃这个？可以。青青，阿言，你这人够闷骚啊，还喜欢这玩意儿呢。这个是我刚才打中的奖品。你吃。啊！不用管他。唉，学妹，你就放心大胆吃吧，不然他可不会放过我。一直以来对段青言的印象都是从学校论坛的评论帖里拼凑出来的，随心所欲惯了，永远都只是一个被众星捧月的公子哥。可接触下来，好像又跟外界评价的不一样，至少对温以寻已经足够事无巨细。
但愿温以寻在段清燕这里真的是特例。我跟李峰学长都吃了蛮多了，要是不够的话，可以再买一份。段清言，你是真不要命了！你魔芋过敏还敢吃这玩意儿？吃一回又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他递过来的。当时女孩的眼睛亮晶晶的，一时看得入神，都没注意那是一串魔芋结。怎么了？没事儿，他抽风呢。那我回家了，记得想我。去医院，快！看这情形，应该就是刚才吃魔芋结引起的过敏反应。小时候一起玩闹，就是不小心把魔芋结递给段清言吃，结果差点休克。虽然有些人过敏只是起红疹或者皮肤痒，但段清言的体质特殊，这些过敏源万万碰不得，一旦沾上就是致命的。李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段清言，你难道是不知道你小时候过敏休克的事情了吗？刚才就是稍不留神玩了会儿手机，你可倒好，直接人给我弄到医院来了。你干嘛？你爸最近倒是向我问起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我现在刚好有空，可以回答他一下。得，我错了，我闭嘴。要是让我爸知道我现在不在江市，非把我抓回去不可。这么晚了，有人找你呢？再给女朋友说晚安而已，你这个单身狗是不会懂的。哼，你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张扬炫耀的。况且我马上就不会是单身狗了。我们今晚上还得开车回江市呢，还是说你今儿晚上又选择住在这里，不跟我回去了？有免费的车，我为什么不坐？你后天是不是要去瑞士？是我老爸为了哄我妈开心，所以去瑞士旅游，结果非要把我拉上。你问这个干嘛？难不成要陪着我一起去？可以啊。或许你应该去重考一下科目2。失误。所以你去瑞士干嘛？听说那里的医疗技术很好，我去看看。你别告诉我你现在已经矫情到要去瑞士治你的过敏了。不是，是温以真。他不好多劝，毕竟他能看出来温以之此刻在段清燕心里的位置，他这回是真栽进去了。要不要跟我们去吃饭？不用了，我约了一个医生，现在得去见他。不是吧？你在飞机上就没怎么吃，现在连时差也不倒了。你歇会儿吧。我先走了。哎，所以温以之的事情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吗？段清燕这个子，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头一回来瑞士找我。话说回来，你要过来直接联系我就好了，怎么还是打的我助理的电话？找你是想了解一些疾病知识，当然得公事公办。许久没见，段清言身上那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疏离感依然没变，即便他们已经是玩得很好的发小，也是如此。我的问诊费可不便宜，按分钟计时的。我既然能过来，当然是带了足够多的诚意。这里面的费用足够支付你的门诊费，至于剩下的钱，随你支配。只要你有把握治好他的病。8岁那年得知段清言的母亲离世，
当时不管父母说家动荡，至少等风波过去再回江氏。可他哪里等得了？不顾父母的竭力反对，央求家里管家带他回去，至少也要亲眼看到段青燕的情况才肯放心。段青燕在他们这几个人当中，原是最内敛稳重的，逢人见了他都会夸他懂礼有教养。可自从经历那一晚母亲离世的风雨之夜，一切都变了。贺云川和李峰他们几个看着兄弟突如其来的变化，深知其缘由，却束手无策。自那以后，他就真的认为段青燕这辈子都不会再轻易把任何一个人放心添上了。可如今，怎么半目出了一个人？一个会让段青燕飞来瑞士跟他公事公办的一个人。那人呢？什么人？大哥，当然是我要检查的病人啊。他没来，而且他算不上病人，他很正常，很健康。有机会的话，还是把他带给我看看吧。我总不能就这样给你下一个结论吧？助听器一旦摘除，是不是就意味着完全听不到声音了？其实大部分人对助听器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只要戴上它，那我就能跟正常听力的人一样听清楚全部的声音。其实不是这样的，戴上助听器确实能够听见声音，但也还是杂乱的，有些不那么清晰的。一旦处于噪音很多的环境里面，哪怕是对方戴上了口罩，那么即便有助听器也会听不清楚。原来是这样，很多时候他都注意到温以日看着他，但视线好像又不是在脸上，而是在嘴上。没错，更多时候这部分人还是得靠读唇语才能更精准的听清楚对方讲的话。话说回来，你不会到现在还不肯透露你一直挂在嘴边的这个人是谁吧？他无疑是开心的，毕竟今天这一次好像又看到了那个曾经鲜活的段青燕。谈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毫不加掩饰，全凭自己心意。他有些期待和这个女孩子的见面了，一定要看看到底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叫段青燕爱得这么真实，生怕对方受到一点伤害。唉，你别告诉我你约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观察我长得帅还是更帅的？去你的！段青燕谈恋爱了？不是，你才知道啊？难道你们有谁跟我说过吗？是谈恋爱了，而且这次看起来好像还挺认真的。萧叔能同意？你小子下飞机了，记得来个电话。芝芝，芝芝，你去玄关上帮爸抱几盆花过来，那是老李送的。芝芝，没受伤吧？爸，我不是故意的。没事没事，你去沙发上坐着吧，爸来就好。心里还是不安，之前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提前跟自己说明，而且每晚的晚安信息都会准时发给他。可今天是怎么回事？这句话总感觉不像是他的口吻，透着一种疏离。没事吧？没事的，刚才就是走神了。你先去睡觉吧，这些明早上再办。还是不要打扰他休息了。也许是一件好事情，至少意味着段青燕在江氏，不是吗？早上好。啊，真的有点不太对劲，段青燕平时根本就不会起这么早。跟段青燕相处久了之后，她好像更懂得如何接地表达自己的心意。昨夜在机场，段青燕遭遇意外突发状况，机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送医及时，伤势没有危及要害，勉强脱离危险。许乔川几人也一直在医院奔走，处理各类事宜，可床上的人始终昏迷不醒。医生表示当下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医生告诉他，救援人员抵达时，段青燕尚有微弱意识，口中反复念着一个名字，不断重复信息。
晚安几个词。听到这里，李峰骤然想起，在机场下车后，段青燕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给温以中发送晚安。他瞬间明白段青燕的心思，也读懂了她无声的嘱托，不要让温以中担心，万万不能让他知晓这件事。刚走出诊室，温以之的消息恰好发送过来，李峰不敢接他的电话，生怕一开口就暴露破绽，只能尽力模仿段青妍的语气，在微信回复，刻意没有通知段父，将段青燕安置在这家就近的医院静养。段父尚且不清楚儿子出事，但以段家庞大的势力，想要长久隐瞒，几乎不可能。先吃饭吧。事情源头查到线索了吗？警方正在搜集相关线索，对方背后势力错综复杂，想要推进，或许需要段家出面。阿燕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做。眼下最重要的是阿燕能够尽快醒过来。你要做什么？回复他消息。就算打算暂时瞒着，也不能一直晾着他。不得不承认，段青燕对待感情向来格外上心。之前在食堂，段青燕早就清楚刻意找麻烦那人的底细，却不愿让温以宁卷入纷争，选择闭口不提。依照段青燕一贯的行事方式，绝不会让温以云承受这份恐慌。他一个直男，本就不擅长说温柔贴心的话，安抚女孩，还要刻意模仿段青燕的口吻，实在煎熬。转眼数日，远在连城的温以舟照常按时起床工作，深夜才归家。只是此刻和赵青青眉头紧锁，满脸愁缓，似乎正在商量十分棘手的事，未见过赵青青这般焦虑的模样。怎么了？你看到我为什么把电话挂了？没什么。青青，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刚刚你在和谁打电话？芝芝，是段青燕，她出事了。爸，我想回趟学校。距离开学不是还有一段时间？部长通知我们提前返校，安排新学期相关工作。他清楚采编部对专业学习的意义，向来支持女儿朝着记者的目标努力，没有多加阻拦。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爸送你去高铁站。后来才知晓，这笔额外钱款是段青燕提前将主舵老板准备妥当。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我并没有告知任何人动身的消息。是青青联系我的，她放心不下你，要不要先给你安排酒店休息？我能不能先去医院看看她？前几日你收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我代为回复的，希望你能谅解。阿燕当时交代了，不想让你担心。她这次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她从来不曾落于下风，这次出事来得太过突然，处处透着蹊跷。并不是意外，她从不会主动与人结怨，但身为段家子弟，难免招惹不少心怀不轨之人。只是她警惕性远超常人，按道理不该毫无防备。这话是什么意思？警方整理现场线索时发现，事发当时他手机屏幕还亮着，推测是看消息的分了神。他是什么时候出事的？上周五，大概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说，那一刻意外已经发生。难道是我的消息让他分神了吗？他是我请来帮忙照料的护工，若是耽误你们少爷休养，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他看着身形单薄，不像是能照料病人的样子。我安排人手，还需要向你们报备。
这些都是段家安排过来的人，事情没能瞒住，委屈你了。自从抢救完成转到这间病房，阿言就一直昏迷不醒。你陪他多说说话吧，我先出去等候。你醒过来看看我好不好？我这次不止提前1周过来，至少能陪你2个星期呢。阿倩，跟我说说话好不好？